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谢谢。你几层？我19层。哎，你也去19层啊？啊，19层是我们律所，你是去咨询的吗？算是吧。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？没有。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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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不是我是替我同学来咨询的。啊，对你同学，你同学，他喜欢艺术，所以他就拿家里给他上法学院的钱去学了艺术。现在钱要花完了，他想问家里再要一些，可是家人知道真相了以后就不愿意给了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爸不同意，其实我妈是同意的，她从来都不勉强我。但我爸呢，他就是个暴君，他……我说的是我同学他爸。所以我同学就想知道，他该怎么样完成学业。他就差1年就毕业了，但是他爸死活就不掏1分钱。说句实话，因为你同学欺骗爸爸在先，所以老父亲悲愤交加，这算咎由自取。你是不了解我爸那个人，我爸那个人固执得很，全家都得听他的，连我妈都得听他的。我要是一开始就跟他说我不读法学院，去读艺术学院，他肯定暴跳如雷，早就不给我1分钱了。你到18了吗？我21了。那你就没有办法强迫你父母给你交学费了。我爸不愿意给，但是我妈愿意啊。这主要是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她很早就不上班了，所以钱都在我爸手里。当然也都是他赚的。我说的是我同学家的家庭情况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就跟你说一点，虽然说你妈妈不上班不挣钱，虽然说钱都是你爸爸挣的，那也叫夫妻共同财产。不能说你妈妈没有上班没有挣钱，她就没有资格去花钱，没有资格去做任何的决定。即使他们离婚了，其中至少有1半的钱还都是你妈妈的呢。好，再见。我就是提供一点小小的可能性而真的已很感谢，并不是最终的，就是一点点可能。哎，主任，哎，爸，走吧，到我办公室。谢谢谢谢。你怎么能给他儿子出离婚稀产的主意呢？我知道这是他儿子啊！不是丽娜姐，你为什么直接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你不能随随便便给人家出主意让人家离婚呀！哎呀，是他把他爸说的特别的专制，说他跟他妈长期匍匐于他的专制之下。这你也信？这个封家豪一点都不省油，他完全不懂得心疼他父母。他妈妈都病了好几年了，一直瞒着他，不敢告诉他，就怕影响他学业。可他呢，过年带着他女朋友去周游世界，还骗他们家人说他在实习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一生，哪怕是穷困潦倒。你说的对，你已经超过18岁了，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生活费、学费最好你自己解决，记住。你回来，这边。是，你宝贝儿子刚走。今儿早上我出去办了点事儿，我不是因为他不听我的才对他搞经济制裁，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。
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你又不是文盲。你们都填了吗？我们的简单，什么都没有，都交了。地下恋、前男友、暗恋对象都要填哦。这算侵犯隐私了吧？这？哎，咱们老大最近怎么了？这段时间心神不宁的，老不在所里待着。我怎么到现在都没看罗宾？他晚一点会来。你告诉罗宾，这2天我们家里事儿比较多，律所的事儿，他代管，我就不给他打电话了。好，有事我让他给您打电话。如果我不接电话，让他自己做主。诸位，你们的表都填好了吗？不是晚上下班前填好就行了。你需要那么久吗？你有那么复杂的情史吗？复杂到一直要填到下班吗？我准备开庭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说。律所让我们填写的这些个人信息，涉及到侵犯员工的隐私问题啊。这上边吧有一些特别隐私的问题，就比如说什么小学同学、初恋情人、暗恋对象什么的。那这些是不是应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同意之后才能披露啊？你敢公然的顶撞我？没有，何在老师。我一直非常好奇，你是什么来头？你之所以拒绝填这张表格，是不是因为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？何塞老师，我真的觉得您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，因为您这是典型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不用填这个表格了啊！你被炒了！我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，你的后台是什么。今天你和我，要不你在这儿，要不我在这儿，要不你走，要不我走。兰兰把他给拒了。那他就把我们当出气筒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他就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。你就当他在发病，是病人，啊。你先躲躲，等罗宾回来，让罗宾去解决。谢谢。您是说黛西给嘉豪出主意，让你跟陶月离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先别急嘛，这样我马上到律所，我问问黛西。你不能总护着黛西吧？您当年也是这么护着我的。哈，你承认你护着黛西了？我这是爱护的护，不是袒护的护。如果说黛西真的这么做了，我马上让她收拾东西走了。可如果万一是嘉豪理解有误呢？所以您别急，我先问问，好吗？让黛西到办公室来。他已经被何塞炒了。什么？就因为他得罪了封印？他得罪封印了？谁跟你说的？封印跟你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封印想把他炒了？没有。那何塞是为什么呢？他失控了，黛西就撞他枪口上了。其实黛西就是堵了枪眼，你都没看见今天何塞跟疯了一样。幸亏咱们国家有枪支管控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谁给他一把冲锋枪，现在办公室已经横尸遍野了。这是谁搞的？从小学同学写起，怎么不从幼儿园写起？何塞搞的，神经病！所以我跟你说他疯了呀。我看暂时还是不要让他再管助理了。那让谁管？哪怕你先接过来呢。丽娜，你在开玩笑？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？你今天根本没有在场。我不用在场。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作一次，几乎每个月一回。这次是百年不遇。你跟他认识100年了吗？为什么我最近不管说什么，你都要呛着我呢？我不是要呛着你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女朋友，没有家，没有孩子，他只有工作。如果你再不让他管助理，他一点存在感都没了。那你就是打算袖手旁观了？要不要我现在跟黛西说，让他明天来办正式离职手续？我只是说不能不让他管助理，并不代表我袖手旁观。
通知黛西明天照常上班。何塞没有资格开除他。我已经这么跟他说了。谢谢。但是何塞也说了，这次他绝不妥协，他和黛西必须走一个。好嘞，我这就过来。我没时间，我只需要5分钟，1分钟也没有。何塞，我父亲晕倒了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他是冲我，不是冲你。就因为你顶撞了他吗？对于他来说，这就是背叛。怎么能是背叛？充其量是意见不同嘛。你不会理解的。终于等到你，请坐。你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？大概知道。说说看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直接把我的回答告诉你吧。第一，我的当事人不会撤诉，我也不会说服我的当事人撤诉。第二，何塞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他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一，我不是来跟你讨论何塞是否是成年人。二，提醒客户诉讼有风险，是律师的义务。所谓诉讼风险，无非就是我们的官司打输了，季玉给罗琦买房子的钱我们要不回来了。但是我是这么跟我当事人说的，你听听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不去打官司，这笔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。我们倒不如打官司去试一试，也许会碰到一个痛恨前妻、同情现任的法官呢。我们这笔钱还能要回来，哪怕要回来一部分。最坏的结果就是这笔钱要不回来了，官司输了而已。这不是最坏的结果。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又输了一个案子。季玉也丧失了对小安探视的权利，小安就此仇恨自己的亲父，并把账记到了后妈蓉蓉的头上。还有最坏的结果，我们也都已经想到了。你和季玉是夫妻，你们没有婚前的协议，这就意味着你在婚后的收入，包括你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，你知识产权的收益，你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、破产安置补偿费，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想好了，大不了就离。客户在义愤填膺之下，难免说出过分的话。但是作为律师，律师的职责不是趁火打劫、煽动仇恨。我没有煽动仇恨，我非常认真地帮助了我的当事人，避免他的利益再遭到损失。利益，说得好。但利益并不就是指财产，还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说情感价值。有些情感毫无价值，不但没有价值，还有害，就像长在身上的毒瘤，越早切除越好。你说小安是毒瘤，我说你姐姐罗琦。罗琦是季玉的前妻，前妻就是婚姻的毒瘤。你别忘了，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孩子。只有趁早的切除了毒瘤，才能想到长治久安。切除毒瘤并不意味着把毒瘤细胞全部连根拔起，甚至还会过早的死亡。那就把死亡的婚姻彻底的解除掉，重归单身。人家只是来找你了解一个财产问题，你就给人家出主意，让人家把婚给离了。你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我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的法律，我们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婚姻并不是自古就有的，它是作为一项制度被发明出来的。人类之初，大家都过着群居群宿的生活，那是石器时代的事情了，你绕远了。说重点好吗？重点就是婚姻是作为一种程序，用程序团队编程出来的，它出现了很多的 bug。在后期的运行当中，不停的需要打补丁，这个打补丁的过程就是婚姻法的立法过程。不同的程序团队打不同的补丁，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离婚补丁这一项，只有现代文明进步的国家才会有离婚自由这个补丁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，作为律师，建议别人离婚也不算缺德是吗？
我认为建议我的客户跟渣男离婚算是功德无量。你不能随随便便判定对方是个渣男，尤其在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。我没有随随便便，我是深思熟虑的。我不用去了解吉玉，他就是个渣男。你不觉得他渣吗？他拿自己老婆的钱给他前妻，哎。来来，我建议你再去重读一下婚姻法，重点理解一下法律上是怎么界定夫妻共同财产，以及法律上为什么这么界定。同时，我顺便说一句，你不适合做家事律师。你对婚姻的偏见以及幼稚的理解，有碍于你给客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你这是激将法，我懂。我宁愿你说我幼稚，我宁愿你说我对婚姻有偏见，我也不会说服我的当事人撤诉的，除非你替罗琦把钱还上。好，我同意。我同意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姐知道。你跟你的客户还需要再签一个保密协议，立即撤诉，并且永远不能以同一理由起诉罗琦。同时，你要说服罗琦赶紧撤诉，并且写谅解书，互不追究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。你起草协议。你起草协议，明天10点发到我的邮箱。否则呢？否则我当做我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。来来，嗯，你跟何塞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你是指哪方面？各个方面，尤其是在六亲不认这一点上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帮我姐姐争取到了100亿家产，还帮我拿到了我来全景的第1个案子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铁面无私，不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好。不过你跟何塞真的应该相爱。